中美会不会脱钩这个问题啊，会不会形成一个完全的脱钩？最后不仅仅是经济上脱钩，中美两国会不会断交？会不会降低外交关系？这是长久以来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太多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觉醒起来的，这些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声音是坚决支持中美两国事实上脱钩的，宁愿中国人民忍受痛苦、经济崩溃、内战、血流成河，也要在血火之中诞生一个新的制度，让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至于到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还活着，是吧？这就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了。所以这种想法呢，非常天真。目前我们看到的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是靠你想，这是在极端条件下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那么更多的就像彭斯所表态，他在第二次对华演讲中表述的一样，美国没有考虑中美脱钩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跟世界脱钩。其实他所说的这个脱钩呢，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的是在价值观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所表述出来的各种做法，明确地站到现代国家的对立面。不是说你有一部宪法，你就是现代国家了，对吧？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儿，都在反映一点：中国正在走着与世界各国不太一样的道路。而且你还拿它没有多少好办法。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看到全球开往亚洲的滚装船、集装箱货轮越来越多。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是为了保障全球经济70%的货物流通要经过的南海。南海已经成了一个主航道了。所以美军发起了南海自由航行行动，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完全无视这一点。中国结合中国本土的原材料，主要是利用中国已经成熟的生产线以及正在生产线上勤劳工作的这些中国工人，把它制成成品，然后再销往全世界。因为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这个数量是相当少的，很有限。中国主张的电脑、手机电子产品，甚至白色家电，在全球市场上都在销售。而且不仅仅是销售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还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国有一些原先与世界各国有经贸往来的这些对口的外贸厂家，他们因为在中国生产的商品涉及到一个高额的关税了，对吧？美国给他加税了，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把订单分到了其他国家，由已经撤离中国的这些厂商来代为生产加工，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美方增加的税收。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例子，有一些订单你已经分给，但是1个月以后，你又在中国的生产企业中看到它正在被加工，它的订单是来自于越南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外贸单位不是说出去就算了，有一些单位他的高管走了，他的技术骨干也走了，但是他到了海外到了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开厂以后，他的制造能力没有跟上来。第一，工人不熟练；第二，其实是最大的问题，配套设施不够。什么叫不够呢？没有足够的电，你好，没有足够的电，没有足够的公路，甚至码头上的龙门吊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单子又回到了中国，生产加工能力、运输能力、配套的设施都跟不上。中美之间所谓的经济上的脱钩，其实到现在为止，不仅痛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替代国正在被培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长大。所以中美之间完全的脱钩，你要有一个期待的时间不要认为这是一蹴而就的，现实也反映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一时半会儿做不到。所以呢，脱钩它是一个趋势，而不是一个目前就能看到的现实。至于政治上所谓的脱钩，那只是一种讲法，一种提法。政治上的这种观念，它最终能不能被实现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你今天说脱钩了我就脱钩了，是吧？前段时间我记得中国的外长王毅还在说呢中美之间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也在报，新华社还有过一些推荐，是吧？我们经常在推送的文章中看到中美脱钩并不可怕，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做好脱钩前的准备。其实中国根本就没有可能来主导这个脱钩。彭斯所说的中国正在跟世界脱钩，它主要是代指价值观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关联，更加密切的关联整个国际社会。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完整的让自己的生产链，甚至是过剩的产能，在其他国家，中国的周边也好，非洲也好希望它能得到延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实也是最大的市场，除了中国、美国，还有欧洲，还有日本。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人感觉到背后有一条线，一个价值观联盟。美国、日本、欧洲，从价值观上来说，他们是一条线，穿一条裤子的。你跟美国要是闹掰了，你认为减少了对美的销售，你能在日本和欧洲身上找补回来吗？日本现在就有美国驻军，德国也有美国驻军，波兰强烈要求美国驻军，土耳其，你忘了瓦良格怎么回来的吗？你忘了仅仅运一个瓦良格到亚洲来，你要给他10亿人民币吗？所以像土耳其这种卡住咽喉的这些国家，未来都有机会，都会跟美军站在一起。整个世界就这么现实，没有什么你要不要脱钩，会不会脱钩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脱钩的问题，这是一个重新的组合。
未来的世界中，当中美之间真正站到了对立面，欧洲和日本毫无选择的必定会站在美军这一边。俄罗斯已经从意识形态上彻底退出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在经济上，他们正在被美国制裁的。今后呢？今后有没有可能美俄之间出现一个协同呢？中国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找不到永久的盟友。中国既没有陆路上明确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俄罗斯方向、西亚方向随时可能会被关闭，海上通道说掐死就给你掐死了，你哪里有更广阔的市场？靠你的内需吗？如果没有对外贸易，中国不能大量的用工业制成品换取外汇，购买农产品，中国连自己的人口都养活不了。到那个时刻，你还要奢谈什么脱钩吗？你能拉住谁呢？所以在这个漫长的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会明确地感觉到中国经济会被不断的削弱，就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你一天到晚喊着你有核心利益，你的核心利益是党派利益，不是中国人的利益，好不好？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那么你想一直骑在人们头上，不停的可以收税，而且还要干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循环，要创立一套自己的规则来挑战这个世界。你认为你能做到，那是你认为。其实现实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中美之间发生的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美方对中方的单方制裁。在这个制裁的过程中，中方试图寻求突围，但从来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意识形态跟别人的偏差，你始终找不到一个永恒的盟友。撒谎可以说，俄罗斯不需要盟友，俄罗斯的盟友只有他的陆军和他的海军。我们的陆军几十年没打仗了，我们的海军到现在还在用着美国的 GPS 定位。按照新浪军事的说法，052D 核心作战系统用的还是英特尔芯片。你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自己的核心部件，你就想玩一套自己的规则。中共的领导人可以靠幻觉来维持他们对千年执政的这种梦想。那作为老百姓，应该来说就非常的悲催了，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无奈，你会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你生活在不确定的一个社会中。但是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不是你认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得非常无奈，即便现实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不妙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主动的去改变它，只能静静的等待变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出现焦虑是很正常的，所以经常会有探讨，甚至非常激烈。祝大家好运吧，是吧？能说的就这么多，再见。